你什么时候教给孤儿打狗棒法的？打狗棒法是不会外传的，我怎么可能教他呢？真是奇怪。霍都，既然来了，还不进去喝2杯啊？郭大侠，终南山一别，别来无恙啊！各位远道而来，不知有何贵干呢？有请金轮国师。这位就是家师金轮国师，大蒙古第一御赤法师。师傅，让徒儿为您引荐。这一位正是当年做过我们大蒙古西征右军元帅、金刀驸马郭靖郭大侠，而这一位就是郭夫人，也就是丐帮的黄帮主。英雄大会本来是邀请天下英雄共同出席，但是今日阁下不请自来，不知有何贵干？今日我师徒未接到英雄帖，却来赴英雄大宴，厚着脸皮做了不速之客。但是想到在此能够得会众贤，却也顾不了那么多了。咱们闲话少说，各位，依小王之见，今日天下英雄尽聚于此，需推举一位群雄的盟主，领袖武林，以为天下豪杰之长。各位以为如何？你来晚了，我们已经推举了丐帮的洪老帮主为群雄盟主，现在正在推举副盟主，阁下有何高见？洪七公早已归位，你推举一个鬼魂做盟主，以为我们都是死人吗？胡说八道！你这么说，是咒我们洪老帮主吗？好，洪七公既然未死，那你就把他叫出来，我们见上一面如何？哼，我们洪老帮主云游四海，漂泊不定。你想见他，有那么容易吗？就是。莫说洪七公生死难知，就算他现在好端端地站在这里，论武功德望，都不及我师父金轮国师。各位英雄请听了，当今武林盟主，除了家师金轮国师，再没人能够胜任。你要推举一个大家从未闻名、素不相识的什么金轮国师？倘若洪老帮主在此，还能与你师父决一雌雄。可惜他老人家四处周游，看来也没有时间和你师父较量。幸好他老人家和你师父都有弟子，不如今日就由这2位弟子互相较量，如何？也好，既然如此，霍都，你就跟洪七公的弟子比试一下吧。是，师父。败军之将何足言有？什么？当日在终南山的时候，他就是郭伯伯的手下败将，今日是他自找的。素闻丐帮有一个镇帮之宝，叫什么打狗棒法，是洪七公生前的绝技。小王不才，想以这把纸扇讨教一下。哼，他可真聪明啊！3言2语冠冕堂皇就避开了跟郭伯伯的正面交锋。但是我娘现在怀有身孕，怎么跟她比我？帮主的打狗棒法从来不乱用，你想试的话，好啊，那就试试他老人家的降龙18掌吧。记得当年与郭大侠在终南山上重阳宫中有过一面之缘，当日郭大侠自称是全真教的门徒。今日怎么又斗胆冒认是洪七公前辈的门徒呢？更何况今日是天下推举武林盟主之争，也是家师金轮国师和洪老前辈之争。郭大侠武功高强，但身兼数门，如若由郭大侠出手，恐怕不会展现洪老前辈的真正本领吧。混账！你别在这推三推四的，有种你就和郭大侠较量较量。你们！
这就是你们所谓的天下英雄大会吗？我看不过如此啊。师傅，我看我们还是走吧。如果不幸您做了这群酒囊饭袋之首，我怕会影响了您的威名。等等，在下乃是丐帮新任帮主鲁有角，打狗棒法实属初学，本来今天不宜使用。你若非要较量的话，那么在下也只好献丑了。好，小王就领教一下你的镇帮之宝——打狗棒法。这打狗棒法果真名不虚传。可惜了，打狗棒法如此精妙，难道你就会干？可能他只想以此壮声是吧？闭嘴！蓉儿，这打狗棒法虽然精妙，但鲁帮主初学，难免会吃亏的。鲁帮主，没事吧？鲁帮主，你没事吧？鲁帮主，快扶鲁帮主进去。丐帮的打狗棒法也不过如此。彭帮主，打狗棒我已还于你，如果不服，你可以和我过上几招。岂有此理！我师母乃千金之体，怎么会跟你这种卑鄙小人斗手？不错，先打一场出去再说。大武小我休得无礼，退下。天下英雄今日尽聚于此，姑且我们可以比试3场，连赢2场者便能赢得武林盟主之位。不知各位意下如何？好，比就比。好，你们就去决定备战的人选。小王在这里等着。真是岂有此理！这帮蒙古人如此咄咄逼人，看来今日这一战是不可避免了。黄师妹，以你之见，我们应该如何应对？对方众人之中，武功最高的应该是金轮国师。至于霍都和达尔巴，全真教的几位道长跟靖哥哥都跟他们较量过，至少我们知道他们的虚实。可你现在身体不适，这儿武功最高的是朱师兄、邱道长还有我。霍都功夫不弱，他的师兄更应该在他之上。而那个金轮国师，我都没有必胜的把握。那倒未必，我反而有必胜的把握。哦，说来听听。朱师兄，你还记不记得《孙子兵法》当中有这样几句话：“今以君之下嗣与彼上嗣。”去君上嗣与彼中嗣，去君中嗣与彼下嗣。什么上嗣下嗣的？这究竟是什么意思？吴师兄，这几句话是有典故的。话说当年齐国大将军田忌要跟齐王赛马，孙膑就教了他一个必胜的办法，就是以下等马斗齐王的上等马，以中等马斗齐王的下等马，再以上等马斗齐王的中等马。结果3局2胜，赢了齐王。我明白了，让朱师兄出战霍都，以他的一阳指，一定可以战胜霍都。而我出战他的师兄达尔巴，以我的功力也有必胜的把握。可是，让邱道长出战金轮国师的话，会不会太危险了？静儿，此事关系着中原武林的毁誉与尊严，贫道又何惜此命啊！道长，靖哥哥，你放心吧，只要我们赢了前面2局，那第3局就不用比了。邱道长又怎么会有危险呢？是啊，我怎么没想到呢？爹娘，不得了了！怎么了？大武、小武跟那个霍都打起来了。什么？哎，废物！大武、小武还不退下！师傅，你们2个真是太鲁莽了，小心怎么死的都不知道。请郭大侠放心，小王与2位高徒只是纯属比试，小王绝不会认真的。对了，刚才你们商议甚久，不知有没有选定好比武的人选？
我们已经定好了比武的人选，不知你们是谁先比试呢？小王武功最差，自然是由小王先上，其次是小王的师兄达尔巴，最后是家师金轮国师。你们的顺序不会变了吧？小王一向一言九鼎，绝不反悔。既然如此，第一场比试就由晚生来领教领教。晚生姓朱，名子柳，生平喜好吟诗作对，饱读诗书。不过武功非常粗浅，还请阁下多多包涵。姑姑，过儿，过儿，姑姑，你朝思暮想的小美女来了，您老还不上去诉诉衷肠啊？啊？姑姑，你去哪里了？你知不知道我找到你好辛苦啊？我也一直在找你啊，我好想你啊，过儿。我也好想你。姑姑，这次你不会撇下过儿一个人走了吧？我不知道。不管怎么样，以后你去哪里，过儿就跟到哪里。过儿死都不离开你了，好吗？我也不想离开你啊。你们要聊就到一边去，我们还要比试呢。姑姑，我们不要理他们，我们找个安静的地方单独聊。嗯。有吧，有吧。姑姑，你到底跑到哪里去了？我想你，我以为我这辈子都不会再见到你了。我本来打算留在古墓，这辈子都不见你。啊？你又跑回古墓了？嗯。哎呀，我真是蠢呐！我还到处去找你呢，我没想到原来你又回古墓了。对啊，你真是蠢，这都想不到。我回到古墓去以后，躺在寒衣床上练功，可是我却想到过儿曾经在那边睡过，还有我们生活的点滴。我好想你，我就出来找你了。我出来找你，头发乱了我也不管，反正你不在，别人看我我也不理。找不到你，我就一直哭。你也不好，都不出来找我，也不安慰我。是，过儿是不好。姑姑，你打过儿几下吧，就当是惩罚，好不好？来，打死这个该死的！姑姑，你笑起来还是那么美。你怎么还叫我姑姑啊？我叫习惯了嘛，嘴上一直叫姑姑，但是在我心里呢，我早就已经把你当做我媳妇儿了。我也喜欢当你的媳妇儿。那你要一生一世都做我的媳妇儿啊？那当然了，当然要做一生一世的，难不成做1-2天啊？你要是敢变心，我就杀了你。那你放心吧，我一生一世都不会变心的。对了，姑姑，李莫愁那个坏人呢，他经常会挑拨离间的，你千万不要相信他的话。嗯。娘，朱师伯在那画来画去的，是什么武功？他是画书法为招式，他正在写字。写字？可是我看了这么久，看不出来他写的是什么字啊。
他写的是小传，你平时就懒得读书写字，自然是看不明白。现在他又是在写什么字体啊？他现在写的是张旭的《狂草》。狂草，狂草抖三抖，神仙看不懂。哦。师傅。承让，承让。师弟，算什么英雄好汉？岂有此理！押解圣人！卑鄙！笑话！比武之前又没有说不允许用暗器。如果刚才被暗器所伤的是小王，小王也一定会认输的。住嘴！朱师兄，暗器有毒，我先封你穴道，防止毒发。来，来，师叔。郭大侠，现在被这个蒙古人反败为胜，我们该怎么办呢？好，第一场比武由小王侥幸胜出，第二场比武由小王的师兄达尔巴来出战。不知道哪一位英雄敢来领教呢？来呀！靖哥哥，我们已经输了一场，剩下2场绝对不能输。金龙国师就由你来对付，这个达尔巴由我来吧。哎，那怎么行呢？你身体不适，不宜出战。社娘，万一动了胎气怎么办？郭夫人，这个蒙古人打伤我师弟，这场我来。现在情况紧急，也只能如此了。吴师兄，你千万要小心。姑姑啊，你那么久没有见到过儿，你看你都瘦了。当然了，因为想你嘛。那你呢？一天想我几次啊？每天都有想你啊，每天最少200次。才200次啊？不够，我要300次。300次也不够，我上午200次，中午200次，下午想你200次，晚上想你200次。每天晚上梦里呢，都梦到你，亲吻你美丽的额头、美丽的眼睛、美丽的脸蛋。那到底是几次啊？就好多好多次。我也要我的梦里全都是过儿。姑姑你真好。嗯。哇，谁呀？你知不知道吓到我姑姑了？啊？武伯伯，谁把你打成这样的？各位，我们已经在3场比武之中先后赢得了2场。那么按照我们之前的约定，这武林盟主要由家师来担当。哪个王八蛋干的好事啊？是不是你啊？你知不知道吓到我姑姑了？是我，你想怎么样？过来跟我姑姑磕10个响头！小畜生，什么时候轮到你在这放狗屁啊？小畜生叫谁呀？小畜生叫你呢！啊，叫我干嘛啊？臭小子，你最好赶紧给我滚，否则别怪小王对你不客气。臭小子又在叫谁呀？臭小子叫。郭大侠，我们有言在先，能赢2场者为胜。现在我们已经赢了2场，难道你们这些中原之士都是一些出尔反尔、言而无信、浪得虚名的小人吗？你们今天的武林大会是不是都是徒弟代表师傅出战呢？不错，我们已经赢了2场，所以这个武林盟主之位理应由家师来当。哈，我知道你们已经赢2场了，可是你们还没有赢我们呢，你还没有赢我师傅的徒弟呢。你师傅的徒弟是谁啊？你傻呀！我师傅的徒弟当然就是我喽。你什么你呀？现在开始算了啊，3局2胜，谁要赢的话，谁是武林盟主。我师傅赢了的话，我师傅就是武林盟主。混账！比完一次又一次，你们仗着人多势众，那比到什么时候才是结束啊？你以为我想要这个武林盟主啊？我根本就不稀罕，谁让我师傅看你不爽呢？你师傅是谁啊？远在天边，近在眼前，你往这儿看。他。怎么样？
漂亮吧？臭小子，你敢戏弄本王，本王要你的小命！哎呀！打狗棒法，蓉儿，你什么时候教给过儿打狗棒法的？打狗棒法是不会外传的，我怎么可能教他呢？真是奇怪。过儿，你不用跟他客气，跟他来真的吧，反正他也不是你的对手。有没有勇气跟我打呀？好，那我就请各位在场的英雄作证，今天我要取这个臭小子的性命，完全是他咎由自取，与人无有。好，那就请在场的所有英雄好汉为小王做个见证，今天小王就要这个臭小子的命，是他咎由自取，与人无有啊！多谢，多谢，多谢，多谢大家，多谢。过儿累不累啊？不累。过儿，你过来。鲁帮主，打狗棒拿来。好。这打狗呢，就得用打狗棒。丐帮的信物暂时借你一用，打完狗必须还之。是郭伯母。还有，逼他交出解药，替我们出口气。喂，还打不打？说什么呢你？我告诉你，我不会白白跟你打的，要不然的话呢，咱们就赌点什么吧。好，如果你打输了，就跪在本王爷的面前磕3个响头，叫爷爷。叫什么？叫爷爷。哎，乖孙。臭小子，你到底想怎么样？我不想怎么样，只要我赢的话呢，你就一定要交出解药。我能输给你？别妄想了！哼！臭小子，说，你师父到底是谁？你是不是聋的？我说了800多次了，他呀就是我师父。3局2胜，我们已经赢了2场了。武林盟主是我师父的了吧？一个黄毛丫头，怎么可以坐上这武林盟主之位？既然你这么想跟我打，我就陪你打2招。好啊，如果你接不到我10招，又当如何？接不了就接不了，又应当如何？姑姑，万事要小心啊。蓉儿，这姑娘年纪轻轻，恐怕不是金轮国师的对手啊。既然过儿能让她上场，我看这位姑娘的功夫应该在过儿之上。喂，已经超过10招了，你还打？靖哥哥，你没事吧？你们中原武林人士真是卑鄙，以多欺少，贫僧今天无话可说。黄帮主，郭大侠，后会有期。大师内功精湛，郭某深表佩服。
先让你师叔服2颗9花玉露丸。是。朱师兄服下2颗9花玉露丸，毒性暂时不会发作。龙姑娘，这次多亏你们帮忙，才保全我们中原武林人士的颜面。过儿，你的武功是跟谁学的？我的武功都是跟姑姑学的。你不信啊？啊，蓉儿，龙姑娘和过儿的功夫的确是一路的。过儿向来狡猾，倒是这个龙姑娘是绝对不会说谎的。龙姑娘，过儿的功夫真的是你教的吗？对啊，您觉得如何？教得好。那不知你的师傅是谁呀？师傅已经过世了，还没请教尊师高姓大名啊？师傅就是师傅啊。哎呀，郭夫人，武林中人讳言师门真情也属常事，你就不要再问了啊！这宾客们都还等着呢。吴师兄说的对，大家入席吧。走啊，姑姑。你相不相信，他们真的是师徒关系？哼，师不师，徒不徒的，我看他们更像情侣。来，请。各位英雄，今天多亏了杨兄弟和龙女侠出手相助，才使得蒙古人的阴谋未能得逞。我提议，大家一同敬他们2位一杯，如何呀？好。杨兄弟，请坐。坐。姑姑坐。蓉儿，之前你说过儿人品不正，武功不济，配不上福儿，现在怎么说？这次他为中原武林立下如此战功，就算之前有什么过错，那也是功大于过呀。这次是我看走眼了，过儿人品武功都好，我喜欢得很。那我之前跟你说的事情，你看怎么样？靖哥哥，你做主吧。来，姑姑。龙姑娘，龙姑娘，我跟过儿他爹有8拜之交，我们2家世代交好，我单有1女，这相貌和武功都还过得去，所以我们想把女儿许配给过儿。他父母双亡，这事儿还得你来做主。我想趁着今日群雄俱在，来个喜上加喜，请2位前辈主持大局，把这亲事定了，你看如何？郭伯伯，你的大恩大德，过儿铭记在心。但是过儿出身贫寒，实在配不上令千金，还请郭伯伯收回成命啊！哎呀，大家都是自己人，不用这么自谦嘛。不是啊，郭伯伯，你吩咐我做什么呢？上刀山下火海，我都愿意去做的。可是唯独婚姻这件大事，恕过儿难以从命啊。这杨过，你以为你是谁啊？我姑父这一辈子都不可能嫁给你这种不可一世的人。福儿，福儿，过儿，龙姑娘确实是你的师傅吗？是啊。你们磕过头，行过大礼了吗？当然了。靖哥哥，福儿还小，婚姻大事不必着急。今日是群英聚会，我们还是商讨选举盟主要紧，儿女私情暂时搁在一边吧。蓉儿，我差点以私废公。那龙姑娘，过儿和福儿的婚事以后再说吧。我自己要嫁给过儿，他不会娶你女儿的。你说什么？这龙姑娘，你刚才不是说杨兄弟是你的徒弟吗？是啊，我之前是教过过儿武功，但现在过儿的武功已经和我不相上下。我心里喜欢他，我不要做他的师傅，我要当他的妻子。原本我以为过儿不喜欢我，我难过的想死。但现在我知道了，过儿是真心真意喜欢我的。姑姑，你放心好了，过儿一生一世都会爱你一个人，我一定要娶你为妻。过儿，我们走吧。
哎，龙姑娘，龙姑娘，你等等，你是武林盟主，众望所属，此事还需三思啊。我不想当什么武林盟主，你喜欢当，你当好了。你当真要让的话，那也应该让给洪老帮主。反正我不做。过儿，我们走吧。走了。站住！杨过，你欺师灭祖，已然令我痛心。今天你还敢干出这种禽兽不如的事情，赵某身为一个正派人士，断不能容你。赵志敬，我不想在那么多人面前让你出丑，赶紧给我走。这师弟，来，你来给大家介绍介绍。那天晚上，他和小龙女赤身露体，不要说了，你别拉我，沐天席地呀！他们俩还是师徒。你答应过我，也保证过不会让第5个人知道这件事情。对啊，我没有违背我的承诺啊，我没有让第5个人知道。这里有第6个人、第7个人，有100多人，全江湖的人都会知道。师兄，我们走。等等，杨过、龙姑娘，赵志敬他违反誓言，就连贫道也甚感脸红。可是，龙姑娘，你作为武林盟主，竟然轻易出手伤人，总得给个交代吧？过儿，你怎么是非不分呢？你知不知道你的名字还是我帮你取的？我知道。人谁无过呀？过儿改之，善莫大焉。要是你知错不改，岂不是辜负我对你一片苦心啊？郭伯伯，如果过儿真的错了的话，过儿一定改。但是我跟我师父相敬相爱，我没有觉得我哪儿错。我们走。等等，杨过、龙姑娘，赵志敬他违反誓言，就连贫道也甚感脸红。可是，龙姑娘，你作为武林盟主，竟然轻易出手伤人，总得给个交代吧？过儿，你怎么是非不分呢？你知不知道你的名字还是我帮你取的？我知道。人谁无过呀？过儿改之，善莫大焉。要是你知错不改，岂不是辜负我对你一片苦心啊？郭伯伯，如果过儿真的错了的话，过儿一定改。但是我跟我师父相敬相爱，我没有觉得我哪儿错。你郭伯伯也是为了你好。你们干嘛都这么看着我？我真的不知道我错在哪儿。龙姑娘是你的师傅，那她就是你的长辈，你们2个不可以有儿女私情的。那你知不知道我跟我姑姑是真心相爱？我告诉你，无论如何，今生今世我娶我姑姑娶定了。要娶你师父为妻，那就是大逆不道。郭伯伯，我没有想到，原来你也跟我这么说话。好，你现在如果看过儿不爽不顺眼的话，你一掌打死我。我视你为己出，我宁可一掌打死你，我也不想看着你犯错。来啊，你！靖哥哥，靖哥哥，我不想再看见你。好自为之吧。此处不留人，自有留人处。走。哎，姑姑啊，我们现在去哪儿啊？回古墓去吧。回古墓？对啊，这里虽然很繁华，但是到处都是不讲理的人，不如在古墓里逍遥自在。说的也是，能在古墓里和姑姑厮守一辈子，过儿死而无憾。你真这么觉得？想来就很好。从前在古墓里头呢，就天天向往着外面的花花世界。哎，可是真到外面去转了一圈，发现还是古墓里清静的生活好。外面那些人整天就知道说三道四。不说这些了，我不爱听。姑姑不爱听，过儿不说了。哎，姑姑，你觉得今天那个什么什么国师他武功怎么样啊？今天那个金轮国师的武功真的很厉害，如果不是你不顾性命的救我，恐怕我也难以抵挡。哼，我才不这么想呢。姑姑，你是菩萨转世吗？那个金轮银轮能奈你何呢？如果我们在古墓里再勤加苦练的话，那个金轮国师一定不是我们的对手。嗯。哎，
我想起来了，我们进到古墓之后就不用出来了，也不用跟他打了。哥儿，《玉女心经》第7篇我们始终没有练成，你还记得吗？我记得，我们拆来拆去就是不成，总感觉好像缺少点什么似的。本来我也想不明白的，但是今天见到丘处机的宝剑抖了几下，让我想起了一件事。是什么？全真教武功跟玉女心经同时使用，才是第7篇的真正意图。可是祖师婆婆的玉女心经不是专门为了克制全真教剑法的吗？本来我也是这么想的，但是自从跟你分别以后，我终于明白祖师婆婆的心意。是什么？我跟你才几天不见，已经想你想得要死。祖师婆婆跟王重阳几十年不见，那又是怎样的想念呢？所以当他写到第7篇的时候，是希望他和王重阳2个人，一个使玉女剑法，一个使全真剑法，2个人相互应援，分进合击。对呀，我怎么没想到呢？不如试试让我使玉女剑法，你使全真剑法，我们练练看。好啊。杨过那小子实在太不识抬举了，师傅将福妹许配于他，是他几辈子修来的福气，没想到竟然还当面拒婚，简直岂有此理！大哥，你说是不是啊？当然了，还有，要是给那些江湖上的好事之徒宣扬出去，说福妹你强迫杨过结婚，到时候真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。哎，真不知道那姓杨的有什么好的。师妹，你这如花似玉的美人嫁给杨过，简直就是鲜花插在牛粪上。就是。杨过，我要跟你算账。福妹，福妹，我警告你们啊，不许跟来，也不许跟我爹提起，否则我再也不理你们了。杨过，我饶不了你。没想到这套剑法果然很神奇，攻守兼备，有一种合二为一的感觉。这套相互应援的剑法，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有用。横竖无事，反正我们练练无妨。杨过，郭姑娘，有事吗？我找的是杨过，跟你没关系。你又想怎么样啊？你3番4次的折辱于我，我到底哪里对不起你了？我什么时候折辱于你了？从小到大，你事事都针对我，我说向东，你就一定向西，有哪件事情是顺我意的？你还说没有折辱于我，这就叫折辱于你啊？还有啊，英雄大会那天，你当众拒婚，我真的就那么讨厌吗？那件事情不好意思啊，当时我是情势所逼啊。不过我……那我问你，你是不是真的要娶这位姓龙的女子为妻啊？是啊。可是他是你师傅，你不怕天下人耻笑你吗？还有你啊，你怎么这么不知廉耻？退后，退后！我告诉你啊，不要侮辱我姑姑。杨过，你无可救药了。我要擦亮眼睛看看，你到底怎么身败名裂，怎么遗臭万年？遗臭万年！我告诉你啊，你臭了，我都不会臭。过儿，为什么大家都不让我们在一起呢？姑姑，他一向都是这么蛮不讲理的，你不要管他了。为什么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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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为什么你要这么对我？我恨死你了！恨死你了！恨死你了！
郭大小姐，为何一个人在这儿如此伤心呢？福儿去找过儿。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？是福妹不让我们告诉你们呢。胡闹，简直就是胡闹！福儿她这么冲动，要是万一……靖哥哥，过儿的武功比福儿强出许多，他应该没事。我倒是很担心福儿，他一个人在外面会很危险的。但蓉儿，你说该怎么办？这样吧，你在这主持英雄大会，我带大武、小武去找福儿。那好，千万要小心。我们走。小二来了，来壶茶。好嘞。师娘，你说福妹到底会跑哪儿去呢？这孩子。哎，师娘你看，过儿，过儿，郭伯母，过儿，龙姑娘，在这碰见你们真是太好了。有没有见过福儿？郭福，我今天早上还见过他。怎么了？他没回归云山庄吗？难道福儿真的出了什么事？黄帮主，放开我！放开福儿！放开我！娘，救我！黄帮主，这是你的女儿吧？就在前几日，我还看见你的宝贝女儿依偎在你的怀里撒娇，好生的幸福啊！你枉为一派宗师，比武不胜，却欺负人家年轻姑娘，你羞不羞啊？前日比武，你们输了，可你们呢？节外生枝，有损江湖道义。只要你拿出毒针的解药，我们可以再选个日子比武一场，来决定中原武林盟主的人选。你先把福妹放了，我们立即送上解药。比武之事，慢慢商量也不迟。解药在杨过身上，贸然答应对方，真是太鲁莽了。黄帮主，为毒暗器，天下不止你们一家。你们用毒针伤害了我的徒弟，难道我就不可以在你的女儿身上钉下几根毒钉吗？你给我解药，我替他疗伤。说到放人，没那么容易。你，黄帮主，你跟我们一起去蒙古吧。你，哎，师娘，师娘没事吧？快坐。黄帮主，你不要怕，你是中原武林当中赫赫有名的人物。到了蒙古之后，我们会好好的款待于你。等武林盟主确定之后，我们再保护你回到中原。你等，跳窗逃走，快去找你们的师傅来！快走啊，听话，快走！你们两个跟着黄帮主一起去蒙古吧。郭伯伯、郭伯母不许我和姑姑相好，未免多事。但是他们对我实无恶意。今日郭伯母有难，我如何能一走了之呢？但是敌人太强，我与姑姑齐上也绝不是这和尚的敌手。反正救不了郭伯母，又何必将自己和姑姑的性命赔上呢？哎，不如去禀报郭伯伯，让他率人来救。哎，你看我干嘛？两位，倘若不是跟黄帮主一道，还请自便。你们的武功还算不错，好好的保重。再过10-20年，说不定中原武林当中没有对手。不过现在不行。哼，你们走吧。嘿，有道理，走。喂，杨过，你这个没良心的，你竟然见死不救！难道你忘了以前我爹娘是怎么待你的？你赶快去找我爹来！救我！糟糕，你这个笨蛋！说的也是，如果你们两个走了，会有些麻烦。算了，都留下来吧。哼，国师大人，你要的解药呢？我有，他们没有。不如我们做个交易吧，你把他们都给放了，把我给留下来。再说了，你堂堂国师嘛，留那么多女人在身边不方便，是不是？小子，废话太多。哼，哼。来呀！
咱们先走吧。你身体不适，须得保重啊。练武之人不讲侠义二字，练武还有何用？过儿比起你们真胜过100倍。没错，你们两个真没用。我们还得下去看看。我去帮忙，站住！就你这点本事，去了也是添乱。那怎么办呀？先看看情况，再想对策。过儿，接着。过儿，想不到我们双剑合璧威力这么大。天下之大，果然能人辈出。似这等匪夷所思的剑法，我在蒙古怎么会想得到？我井底之蛙，太小看天下英雄了。后会有期。过儿他们能胜，全凭了这一套奇妙的剑法。今日若放了他，日后再想要除去可就难了。除恶务尽。过儿，你不能放过他。王帮主，你要除恶务尽，你可以亲自与我动手过几招啊！哎，你还想不想救你徒弟呀？想啊。果然有气度，与众不同。这是给那书呆子的解药。后会有期。郭伯母，解药。还是你想的周到。福儿，还不快谢救命之恩？叫我谢他。哎，不用那么客气了。既然金轮国师已经走了，我也打算告辞了。你打算去哪儿啊？我现在只想跟我姑姑在一起，找个渺无人迹的地方一起隐居。您放心，一定不会影响到你还有郭伯伯的声誉。过儿，不管怎么说，你也救了福儿一命。况且现在时辰也不早了，我们找个客栈寄宿一晚，明天再走，好不好？那就恭敬不如从命了。我们走。龙姑娘，郭夫人，你有恩于我们郭家，这根簪子代表我的心意，希望你能收下。这根簪子好漂亮，那我帮你戴上。谢谢。真好看。若非他与过儿有师徒之分，两人却是一对璧人。龙姑娘，喝点水吧。谢谢。你很喜欢过儿，是不是啊？喜欢啊。但你们为什么都不许我跟他在一起呢？这个世上呢，有很多事情是你不明白的。你们两个要是结为了夫妻，他们都会瞧不起你。瞧不起我？那有什么关系？那过儿呢？他们也会瞧不起过儿。过儿一辈子都会跟我住在谁都看不见的地方，快快乐乐的，理别人干嘛？你说谁都看不见的地方？那是一座很大的古墓，我从小就住在那儿。那难道你们以后一辈子都住在古墓里面，再也不出来了？对啊，外面坏人那么多，出来干嘛？你们人虽好，但是想法有点古怪。可是过儿，他从小就在外边东飘西荡，你要是让他永远住在古墓里面，再也不出来了，你就不怕他会觉得闷啊？有我陪他，他不会闷的。起初自然是不会烦闷，那时间久了呢，他就会想念外面的花花世界，到时候不能出那座古墓，他不就觉得烦闷啦？
山下的生活可好玩了。山下呢，有你永远都吃不完的美食，还有你永远都想不到的新奇玩意儿。我想起来我就，哎呦！我不跟你说了，我去问过儿。龙姑娘，哎呀，不知道过儿会怎么说。姑姑，我把所有的水和干粮都已经准备好了，明天一早我们就可以走了。过儿，我问你，你跟我在一起会不会有烦恼？会不会厌倦我？姑姑，你怎么又问这种问题？过儿不是说过吗？能和姑姑在一起，永远都是欢喜不尽。直到我们都老了，牙齿都掉光了，头发都白了，我们还是要欢欢喜喜，厮守不离。我也是这样想的。我们睡吧。好。睡吧。哎，姑姑啊，郭伯母说让你今天晚上跟他们母女一块睡，让我跟武氏兄弟一块睡啊。为什么要他们陪你睡？我要跟你一起睡。糟糕，他师徒俩果然已经做了苟且之事。赵之敬的话并非虚假。这二人虽然同事，却相守以礼，所作所为大异常人，真是让人难以理解。娘，师娘，师娘，大武、小武，你们再去药监房，不要跟过儿一起睡了。是。怎么了？为什么？不关你事。哼，我知道为什么。他们两个师不师，徒不徒，狗男女同在一房睡。大武，你不干不净的，在说些什么呢？哎呀，师娘，你也太好心了吧！管他们干什么？我们两个呀，是绝对不会搭理他的。今日他们二人救了咱们的性命，那可是大恩。我倒宁可叫金轮国师杀了，也不愿受这些畜生一般之人的恩惠。闭嘴！你们两个都给我滚回去！滚啊！我们走吧。过儿，为什么我们两个在一起，我们就成了畜生，狗男女？武家那俩兄弟啊，永远都改不了那德行。我现在都懒得跟他们计较了。咱们快点睡吧，姑姑。过儿，我问你一件事，你需真心答我。你和我住在古墓之中，你可会想念外面的花花世界？如果要你一辈子住在古墓里面，你会不会觉得闷？会不会觉得不开心？我能与姑姑你厮守终身，当真是快活胜过神仙。但在冷冰冰、黑沉沉的古墓之中，纵然过了10年、20年，人不厌倦，那住了30年、40年呢？我如果顺口说一句，绝不气闷，说起来很容易啊。但是我对姑姑你一片至诚，我是真的没有考虑清楚，我怎么能随便来骗你？如果我们气闷了、心烦了，那就一起出来呗。好了，姑姑，也不早了，明天还要赶路呢，我们赶快睡吧，啊！要娶你师父为妻，那就是大逆不道。你现在如果看过儿不爽不顺眼的话，你一掌打死我。我视你为己出，我宁可一掌打死你，我也不想看着你犯错。来啊，你！靖哥哥，靖哥哥，你们两个要是结为了夫妻，他们都会瞧不起你的。杨过，你无可救药了！我要擦亮眼睛看看，你到底怎么身败名裂，怎么遗臭万年！郭夫人的话倒非骗我，将来她终究会气闷，要出墓了。那时人人都瞧她不起，她做人有何乐趣？我和她好，不知何以旁人要轻贱于她。想来我是个坏女子。我喜欢她，疼爱她，要了我的性命也行。可是这般反而害得她不快活。
那他还是不娶我的好。那日晚上在终南山巅，他不肯答应要我做他媳妇儿，想来就是这个原因吧。姑姑，姑姑，你自己保重，记着我时别伤心。姑姑，杨过，我姑姑呢？我跟你说，你有没有看到我姑姑啊？没有啊，她不见了。糟了，找不到她了。你姑姑有手有脚，能走能跑，不见了也不奇怪啊。也许她想通了就走了呗。你告诉我，你是不是对她说了什么？要不然她怎么会无缘无故就走了？你太过分了！我本来是来跟你道歉的，你居然冤枉我！姑姑，干什么？对不起，认错人了。师傅，怎么就他一个人？姓龙的那个女子呢？哎，大叔啊，你有没有见到过一个身穿白衣、面容很清秀的姑娘？没见过，没见过。哦，看来他们两个走散了。师傅，以杨过一个人的功力，根本就不是师傅的对手。现在是我们的一个大好机会啊！杨过是我的心腹大患，我早晚都要除掉他。可现在最重要的是对付黄蓉，他身边没有那两个人保护，这对我们来说是最好的机会。师傅好计谋，我们走。姑姑何以又生我的气？我怎么又得罪她了？可姑姑那么喜欢，不像是生我的气。哦，我说在古墓之中会日久生厌，她一定以为我不愿意与她长相厮守。福儿，福妹，金轮国师，快放了他，不然我们两个对你不客气。就凭你们两个，伯夫人。识相的话，跟贫僧走吧。臭和尚，你识相的话就把我放了。别动！我爹不会放过你的。你爹虽然武功盖世，但远水解不了近渴。娘，福儿，快走！这么多岔路，我们怎么走啊？怎么办？金轮国师很快就会追来了。这分岔路越多，对我们越有利。不错，这个石林确实是我们藏身的好地方，我们得赶紧走。大武、小武，师娘，明白吗？快去吧。走。娘，现在怎么办呀？这里的分岔路纵横交错，难辨方向，是最佳的天然屏障。我想金轮国师没有那么快找到我们。那个金轮国师真不要脸，知道杨过的师傅走了，所以才回来抓我们。过儿，龙姑娘呢？我姑姑不辞而别了。我也正想找他呢。对了，你怎么会懂丐帮的打狗棒法呢？我记得上次你打退霍都，用的都是丐帮的正宗打狗棒法，只不过你的打狗棒法只有招式，并无内涵。实不相瞒，郭伯母，其实这打狗棒法是洪老前辈教我的，但是洪老前辈说打狗棒法不传外人，所以只教了我招式，并没有教我口诀心法。你见过他老人家？他现在在哪里啊？当日我在华山之巅。
巧遇洪老前辈，我义父正要和他论武功，在机缘巧合之下，就学会了这套打狗棒法。但是不幸的是，洪老前辈在跟我义父的比斗当中，不幸去世了。你说他老人家已经仙逝了？靖哥哥得知恩师仙逝了，必定悲伤至极。如若此刻将此事公告武林，必定让我辈徒增伤悲，没法振奋迎战外敌。现在最重要的就是如何躲过金轮国师。金轮国师，他早晚会找到我们，而我又身受内伤。你们这几个人当中，以你的武功最强，悟性最高。我决定，现在就把打鼓棒法的口诀跟心法传授给你。郭伯母，你终于肯教我功夫了。福儿，你在这守着，你跟我来。棒回掠地施妙手，横打双拳莫回头，狗急跳墙又如何？哎，我怎么又回到这里了？怎么了，福儿？我听到那边有打斗的声音，会不会是金轮国师追过来了？快去看看。哼，郭夫人，咱们真是有缘呢，又见面了。娘，你怎么了？师娘，福儿，你跟大武小我先走。快，不行，不行，我们一起走。过来。弹指神通，快走！我们走。我不行。娘，你怎么样了？小心点。郭姑娘，你快扶郭夫人坐一会儿。来，师娘，慢点。姑娘，谢谢你每次都出手相救。先别说那么多话了，现在最重要的是找个地方好好养伤。福妹，还是赶紧送师娘回归云山庄吧。杨过，你跟我们一块回去吧。你们扶郭伯母回去，我要找我姑姑。你还找什么姑姑呀？你现在就剩半条命了，你还是跟我们回去，让我爹替你疗伤吧。我这条贱命没那么容易死，劳烦郭姑娘关心。福妹，人家都不领你的情，不要勉强人家了。是啊，福妹，还是师娘身体要紧，我们还是赶紧走吧。杨过，你真不跟我们走？郭姑娘，你放心，我会好好照顾杨大哥的。哎呀，走吧。师娘，来。杨大哥，我们走吧。杨大哥，杨大哥，你醒醒啊！杨大哥。